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维修，就是更换码表线。那好不容易放晴了，然后我在晒车子。那原因就是我前2天下班，正高高兴兴的骑着摩托车要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码表60、70，咚就掉下去了，就不动了。然后这个有很大的几率是码表线断掉。那我先来解释一下，因为目前来说，码表要么是指针的，就是传统式的，然后再来就是数位的，电子式的就是液晶的。那原则上来说，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使用这种钢索式的码表线。指针式的话，就是钢索上去以后，它里面有一个，这个没有拆开，很难跟各位解释。它就是有一个装置，里面它是圆形的，扁圆形的，然后里面有一块磁铁，它会转，钢索会带动那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扁圆形的里面有磁铁的东西，外面还有一个盖子，也是铁的，然后因为磁铁在旋转，它会带动外面那一个铁的跟着旋转，这样子就造成了指针就会往上跑。只是这种的码表误差值会比较大，然后会因为里面那颗磁铁的磁力衰弱，或者说一些其他因素，码表的误差会越来越大。那数位式的话，就是一样也是码表线，钢索式码表线上去以后，它在码表后面，它一样接到码表后面，只是它里面它是带动一个样子有很多种，有的是有点类似3只脚的，然后有的是圆形的，然后上面有洞，那它就是会去感应那个东西。应该里面也是类似磁力的东西，然后会去感应，然后里面一些电子元件会去感应它旋转的速度，然后就会造成液晶码表的数字的跳动。那这个是目前市面上码表的工作原理，钢索式的。那如果是纯电子式的话，就是像汽车要么就是它会接到传动轴那边，它会有一个感应头，它会去侦测传动轴旋转的速度，然后里面就会有类似步进马达那一类的，会去带动指针或者说全液晶，它会去换算那个速率，然后把该有的车速该显示多少时速会呈现在汽车的码表上。那以码表故障的现象来讲的话，我直接一概而论啊，只要是摩托车的，不管是指针式的还是数位式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码表原则上码表坏掉，多半就是钢索如果断掉的话，坏掉的话，它直接就是要么就是不动，或者有一种是你骑一骑，它会突然跳起来才开始动，然后它可能下去的时候会一样跟正常一样，慢慢的嘣就掉下去。那个就很可能是钢索里面它那个会卡住，因为钢索跟外面它就是外面是一层也是金属的，可能是有凹折到，或者说里面的钢索可能有断线，会去卡到外皮，会造成指针码表的反应不良。那如果是类似这种要坏不坏的话，在数位式电子式的码表上，它可能就是数字可能会乱跳，它一下会，譬如说假设我们现在骑到50，它可能突然会，你速度都没有变哦，它可能会突然数字变多，或者数字变少，懂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它的数字显示会不稳定。
那这个多半来说都是那一条钢索，都是码表线里面内部故障损坏所造成的。只是变成说，有的时候钢索要坏不坏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是只要你的码表，不管是指针式的还是数位式的，你只要觉得它的呈现的方式出现异常，像指针式最常见的就是，就像我刚刚讲数位式的一样，它可能会晃，都会这样晃，那个多半都是钢索坏掉，因为以传统式的码表来讲的话，它坏的几率不多啦，因为说实话里面没什么东西好坏，它最多就是准或不准这两个问题会比较大而已。然后以苏柯达型摩托车来讲的话，多半龙头这个外盖一定要拆，然后再来就是像进站比较好，因为我们只要开这个前盖就好了，它不用整个头拔下来。然后有一些可能这会因车种而异，有的是它前盖不能单独分开，你必须整个都拔掉，因为到时候穿线可能会必须要用到这边。然后再来就是拆下面，最麻烦的就是这一块了，因为有的车它这一边它是做一体式的，然后像进站的话就是只要拆胸盖就好了。好，我先拆一下，等一下拆完了再跟各位聊。好了，拆好了。那原则上来说，只要是苏柯达车型，当然有些可能，像可能一些比较特殊的车型，我记得有一台摩托车，它骨架都是外露式的，那个好像不用拆太多东西，直接就能换。然后我是以一般我们市面上看到这种车壳整个都包覆的这种苏柯达为例，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就是码表线，它接到龙头这边的，然后它会往下跑经由那边往下跑来这边。那原则上这个更换真的很简单，夹住拿一把老虎钳，有的码表线这边是没有盖子，没有一个保护盖，然后我们这个的有。把它转松。其实以码表线的成本，码表线不贵，有没有？这样就下来了。码表线成本不贵，像以进站的来说，一张小朋友就有了。然后码表线在拆的时候，切记哦，原则上来说，码表线在拆。它怎么跑？它原来的路径怎么跑？你就顺着原来的位置装回去，这个最好。你不要说可能哪里难塞或干什么，你就绕到别的地方去，这个会影响到你以后再骑车，因为很多线束在这边跑。那如果你的码表线刚好卡在某个地方的话，你会造成你在骑车之后龙头在转动，会有可能某一个方向会卡的。所以说码表线在更换就是它怎么跑，它线路怎么跑，你就跟着它原来的线路装回去，这样就好了。那像进站的话，这边有个固定扣，铁的，然后在这边把它转出来，因为我能够确定我这台的线，它之前的跑法不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要重新更动的话，我必须拆很多东西，所以我有调整过，我就是尽量调整到不会造成卡卡的现象为主。好，第一个扣环就移开了，然后下面这边有没有？这边还有个扣环，它从那边绕上去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拆这边。一般来说，这个都不会锁很紧啊，除非你从来都没有拆过，然后它可能生锈啊，一些其他问题造成会比较紧。但是这个真的难度不大，有没有？你看哦，我已经把钢索拉这么长了哦，结果上面这边连动都不动，卡住了。这个就是里面断掉。有没有？我在这边拉，我拉这么长哦，上面都没有跟动，它就是断掉了。稍等我一下，好了，断掉了。稍等我一下，我这个一只手很难处理，我先把整条卸下来，我再跟你们聊。好了，拿下来了。那刚刚忘记讲，进站这个喇叭后面还有一个扣，一个座，就是它在容纳这些线组的座，这边可能会稍微卡住，然后我是拆喇叭，把喇叭拆掉以后，这样会比较好弄。然后以进站来说，在码表这边的头比较大，所以它在过这边的时候过不去，会一样能过，但是比较难塞啦。我到最后是把整条往上面抽，因为它接轮子这边这个是接码表那边，这个头比较大，所以在过那个扣环过不去。然后接轮子这边的头比较小，我就是反抽，这边拉下来以后，整个往这边抽，就拿出来了。那更换码表的时候，原则上你只要跟材料行讲你的车型，一般来说不会有误差啦，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存在，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然后在装饰码表线的时候，还是建议啦，因为难保老板不会拿错。好，大概的比对一下。好，长度一样。那码表线在安装的时候，有的朋友是会喷点 WD 在里面，然后有的人是可能会弄点黄油吧，弄点黄油在这边，从这边塞进去。然后我印象中这个原厂它就已经有，我记得原厂的码表线出来的时候，它里面都已经有灌好油了。我是建议新线的话就不要再喷其他的润滑剂进去，因为怕会有化学变化，导致它甚至可能变硬，就可能两种润滑剂混合的话，可能它会变质，会变硬。所以如果是新线的话，我是不会拆，我是不会加润滑油。如果是旧线平时保养的话，可能我会先用 WD 从上面喷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旧油洗完以后，我会再重新可能喷一点比较耐高温的润滑油进去，耐高温、耐摩擦的润滑油进去，这样会比较好。那在安装上就是反向操作，下面这边穿过它，然后上面再往上面跑。
好，稍等我一下。好了，上面装好了，然后在装的时候要注意哦，因为码表线它里面这个钢索，它的头是4方头，然后你在装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这个头跟里面那个座有完全进去以后，然后把外面这一个螺母先用手锁紧以后，拿老虎钳夹住，轻轻的转一下，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上面就装好了，把这个保护盖装上去，这样就好了。然后再来就是装下面，因为装上面的时候要2只手作业，然后手机我拿不住，所以上面没办法拍，不好意思。那以下面为例，一样，有没有？它这边有个头，它里面有一个管子。哦，对了，在装的时候要注意哦，像上面那边，你这个头装完以后要看一下有没有卡到脏东西，有的话把它清掉。然后一样，可以很轻松的插进去，就表示你那个4方头跟里面的座是 OK 的。然后一样把它锁回去。外面这个螺母不要硬锁哦，如果你有装准的话，轻轻锁它就进去了。有没有？就像这样子。然后当下面锁好后，先不要急。这个我没办法一个人拍。装完以后，记得就是要做个测试，把前轮离地，然后转动轮胎，然后看一下指针有没有在动，会动就是 OK 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只能拍下面，上面我拍不到，因为又要扶车又要转轮子，我没办法拍。大概就是这样子。一只手把车身扶住往上抬，让轮胎离地，然后一只手转轮胎以后，赶快站起来，看码表有没有动。码表会动就是有装好了，就是你装的方式是正确的，这样就 OK 了。然后其他的就是把这些护套啊该锁紧的整理一下，这样轻轻的转紧就好了。好，这样就 OK 了。然后哦，对了，补充一下，因为台风刚过，我的端子镜都断了，因为车整个翻倒。然后因为摩托车来说，很多开关啊这些都裸露在外，你大风大雨过完，都会有湿气跑进去，然后会造成接触不良。你就拿润滑剂或者电子复活剂，边边这边从边边这个缝，以金针来说有没有？它旁边有缝，把它搬开，喷进去，然后动一动，按一按，然后开关一样。当然，如果能够分解下来，直接喷里面，效果会最好。然后再来就是像刹车，有没有看到这条是刹车钢索，然后里面这条就是刹车灯感应器。这个要太暗看不到，我等一下搬开的时候你们仔细看，它这个头延伸过来的这边，它里面有一个头。我不知道这样你们能不能拍到，里面有一个头会伸缩，
有没有？有一个头在那边，那个会伸缩，那个要记得喷点润滑剂，因为刹车按下去的时候，那个头会弹出来，它弹出来以后，刹车灯就会亮。如果这两个像前后刹车都各有一个，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你会导致你拉刹车以后电发会发不动，因为这是一个安全装置啊，刹车一定要拉住，电发才能动。好了，这个就是今天很简单的码表线更换跟台风过后大风大雨以后，车子里呢长时间淋雨以后一些开关跟一些小地方需要保养的，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